你如果正在卖出你的加密资产，你必须要看这支影片啊，因为华尔街的金融巨头摩根士丹利以及他们的所有客户有可能要开始大举进军比特币市场了。而上个礼拜的大跌呢，比特币 ETF 发行商 Bitwise 也告诉你说，这甚至是在历史上最好的买入时机。如果你是币圈人，你一定也想要知道贝莱德他究竟要在以太坊这个商品上，在传统金融做点什么事情，以及上个礼拜加密货币市场的砸盘真正的元凶背后到底在想什么。Hello， 我老哥，欢迎收看本周的币圈周报。我们每个礼拜用20分钟的时间带你整理上个礼拜加密货币世界最重要的焦点新闻，以及接下来这一周你不容错过的时间以及关键币种。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第一个是我们看到衰退交易结束，比特币强势冲上6.2万美元。上个礼拜呢，基本上无论你是有在币圈或者是有投资任何的市场，你大概都会注意到，比特币跟全球的股市都是跌得非常的惨啊。日股、韩股熔断美股人家说要经济泡沫了，台股也是好几只全指股都是到跌停板的情况。比特币、以太币跟一众加密货币就更不用多说了。那就在所有人一片愁云惨雾的时候呢，哇，这个礼拜直接一个鬼之 V 转啊！那背后主要有2个大原因啊。第一个是在上个礼拜4的时候呢，美国劳工部的新的数据显示啊，截至8月3号当周，其实首次申请失业救济的人数只有23.3万人，低于前一周的25万人，也低于经济学家预期的24万人，降低了人们对美国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的担忧，投资者情绪上升。从周4开始，金融市场全面的转向复苏。而根据 CME 上面的数据，现在美国联准会在9月降息25个基点的几率43%，而降息50个基点的几率已经来到了56%。在上个礼拜之前呢，我们常常都说，在总经现在大家看就是联总会什么时候降息，如果降息的话，可能就会利好风险市场。但是有一个但书，就是这个是在经济能够软着陆的预期下。那上个礼拜呢，因为失业率的预期，大家看到和萨姆规则要实现了。如果经济连软着陆都没有，经济衰退会发生的情况下，那你再怎么降息也来不及了。如果你只看到主流媒体给的这个情绪而直接空进去的话，那你可能就是在这一波的大量的爆仓的空军当中的其中一员哦。但是呢，实际上其实上礼拜就有很多的经济学家跳出来说，这一次的失业率上升很有可能是因为一些远距离工作的职缺的开出，以及新移民进入导致的数字上升，而不是大公司正在裁员哦。所以上个礼拜4的数据，这个申请失业救助的人数低于预期，也让市场像吞下一颗定心丸，觉得说 OK， 所以这是经济学家说的可能是对的，他们不是只是在安抚我们了，那立刻市场的情绪就回来了。那再加上呢，联准会这一次也就怕了，所以他们降息的几率也是维持在非常高的可能性甚至有一半的几率以上，我们这一次可以直接看到降息2码的事情出现。那这当然就是对各个风险市场，包括股市到加密货币市场，都是一个好消息啊。那当天收盘的时候，不但美股的指数分别上涨 1.6%、2.87%，标普500更是创2022年11月，这不是 FTX 破产的那个月吗？单日以来最大涨幅。而比特币市场当然也是不遑多让在当天24小时涨幅都接近了13%。上个礼拜市场上涨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日本央行信心喊话，如果市场不稳定，我们不会升息。除了美国经济以外，在这2个礼拜，日本的经济也对全球的股市甚至加密货币市场造成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一直以来，日本的利息都是处于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一个阶段。简单来说，就是你可以用非常低成本的方法跟日本的银行借钱。那借到钱之后呢，你去投资到一些安全的标的，例如美国公债啊，或者是一些保底可以几%的低风险资产，你基本上就可以在这边实现全国的一个套利但是呢，随着上个礼拜日本在这半年来第2次的升息，全球这些套利仔发现说，这个日本的套利的机会可能要越来越少了。他们该把这些从日本借来的钱投到美国的资金拿出来再还回日本，而此举让市场预期说可能有很多现在在市场上流动的热钱都要还回去日本，导致市场的下跌而日本央行呢，在发现这件事情之后，也马上跳出来了。你可以看到，在上个礼拜7月31号的时候，他们鹰派上调利率到 0.25%， 原本是0%，并逐渐的减少购债，导致日元大幅升值，利差交易被迫平仓，最后引发股市大跌。那这个礼拜呢，日本央行副总裁内田真一在函馆市金融经济会议上的致辞就表示，由于现在金融跟资本市场不稳定，我们决定不会升息了。因为原本大家预期他们可能既然要开始升息，可能就继续升下去。他解释说，与欧美的升息进程不同，除非利率以一定的速度上调，否则政策的反应不会被延迟。所以他强调，如果市场仍不稳定，有必要暂时继续在当前的水准上实施他们的货币宽松政策。
对全球经济来说，只要日本的货币宽松政策能够继续的话，这个利差交易虽然会减少，但不至于会减少到大家需要恐慌，所以这个全球股市的恐慌下跌也就得到了缓和。而这件事情对加密货币市场的影响是什么呢？这个通常都有两派说法我觉得现在还是比较主流的那一派是认为加密货币的走势还是脱离不了全球经济，尤其是美股的走势。也就是说，当今天流进来资金的时候，美股会涨，加密货币也会涨。当今天发生了恐慌或者是任何影响美股的事情的时候，比特币会跟着下去。可是呢，也有另一派的说法是，始终相信比特币应该要在真正危机的时候，能够扮演像黄金那样的角色，所谓的数位黄金，与美国的这些高波动资产形成一个有机会对冲的一个局面。那我也常常说的是，虽然说不是有太大的信心这件事情是真的，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偏向后者啦。所以在通常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往往会去找说，这件事情就真的是全球经济影响股市，所以直接就连带币圈吗？还是说比特币这次的大跌还有另外的有迹可循的原因呢？那上个礼拜呢，大家就发现了，或许有疑似套现超过4亿美元被指砸盘元凶 ，Jump 的大举抛售意欲为何？链上数据分析发现上个礼拜加密货币的暴跌，除了大家都已经知道了经济衰退的担忧、日本央行升息跟中东局势紧张等等，在这个市场最直接相关的，有可能是个加密货币巨头 Jump Trading 的大举抛售行为如果你在加密货币市场混得久的话，你一定会听过 Jump Trading 跟 Jump Crypto 这个词他们不只是一个高频的交易巨头，他们旗下的加密子公司更是重要的加密货币参与方，参与了很多的知名专业的投资跟孵化。他们所进行的抛售，除了砸盘到市场上，让市场跌下去，也自然而然会引发市场诸多不安跟猜测。毫无疑问是一个币圈巨头与在加密货币市场很有影响力的一个角色那上个礼拜呢，大家在链上数据发现说 ，Jump Trading 正在大规模的清仓，被认为是这轮尤其是 ETH 暴跌的元凶。我们发现说，上个礼拜各个加密货币暴跌，而以太币呢跌的就是比比特币严重很多。链上数据显示，近一段时间以来 ，Jump Crypto 正在清算部分的头寸，已将数亿美元的代币转到交易所，其中大部分的加密货币都是以质押的以太币形式存在。而 BitMEX 的创办人 Arthur Hayes 也在社群上面表示说，这次的下跌可能是因为某个大家伙倒下了，并卖出了所有的加密资产。而这件事情的背后的原因，大家当然就会猜测就虽然说这一波在下跌，但是大家如果说认为接下来加密货币是牛市，你可能会清仓部分的部位，但不至于把你的资金全部都卖掉变成稳定币嘛。如果你去看现在 Jump Crypto 的账户，他们现在里面大部分都是稳定币的部位，很少会波动的加密货币了。所以分析师就会预测他遇到了什么问题嘛。那这位 Nothing Research 的共同创办人就发文猜测说，这可有可能是因为 Jump 在外汇的交易领域是极为头部的做市商，他一定参与了大量日元的相关业务。而日元突然加息对美元上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一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如果他们的杠杆开得太高，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所以他们考虑到加密货币本身是很好的流动性资产，意思就是当你想要卖的时候，市场是接得住的。加上 Jump 现在摊上了美国的起诉跟调查 ，Crypto 部门领导换帅，于是 Crypto 就被 Jump 拿来弃车保帅。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要卖掉他们加密货币的这些资产，来保护他们原本在传统金融更大的一块饼那也有很多人开始在怀疑说 ，Jump 他们有没有可能要退出加密货币市场？那也有些人跳出来说，他虽然有可能跟 CFTC 也在调查 Jump Crypto 有关，但是比较大的可能，他们应该是退出加密货币相关的开发业务，交易的业务应该还是会回来的。而这样的消息可能是告诉我们说，在加密货币市场，任何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今天你最相信的一个，曾经我们都觉得 FTX 是不会倒的，还是倒给你看。曾经我们觉得最有钱的交易公司 Jump Crypto 是不会出事的。他今天一卖，就是把他所有以太币也卖掉。而刚刚提到的这样的公司，一定原因上都是因为杠杆开太大，所以遇到了问题所以这个也是再度的提醒我们，无论你是谁，想要在市场上长期的活下去，杠杆跟风险的控制一定是要注意到。下面我们看到摩根士丹利现在可以官方的推广比特币现货 ETF。各位，这个是我们这个礼拜看到的最重要的一个新闻。从现在开始，这个全球最大的投资建议平台已经可以开始推荐贝莱德跟富达在比特币现货 ETF 上面的产品了。这篇来自 Cointelegraph 的报道，他说 Morgan Stanley 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者，他们在上个礼拜8月7号的时候开始同意他的15000名 Financial Advisor， 就是投资建议者。就是我们不是都常说我不是一个投资建议者，我说的话不构成投资建议。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我没有在摩根士丹利考到这张执照或者拿到这个 title， 但是呢，现在全球这最顶尖的15000位精英，他们可以告诉你说，
我推荐你买比特币现货 ETF 了。这是一位被说是没有办法公开表达这件事情的人哦，但是他已经在私下对 CNBC 的记者表示说，摩根斯坦利已经开始允许他们旗下的这些financial advisor 去推荐他们的用户去买比特币现货 ETF。现在你可以在 Morgan Stanley 的平台上面直接看到这样的东西，而这件事情非常巨大哦。他说在这些 wirehouses 里面 ，wirehouse 就有点像是美国的这种所有的 broker 服务都可以提供的提供商啊。摩根斯坦利呢 is the largest， 它是最大的其中一间啊。它能够触及到的投资人网络掌管到了超过3.75兆美元，而这些资金呢，都是可以流动性的资金，而不是说什么我的房地产加起来有这么多兆美元，但是我们知道房地产你没有办法直接想卖就卖，然后变成加密货币。也就是说呢，这些资金是他们原本可能在股市，或者他们在债市，或者就是他们的现金。在过去几个月，我们一直都说了，比特币现货 ETF 虽然上了，但是许多的这些 broker 他们都需要90天或者90个工作天的时间，去确保这个金融商品他们的流动性足够，他们安全性足够了，他才有这个底气去建议他的投资人去投资。如果你在过去的几个礼拜都有看我们的周报的话，你会发现这件事情是我真的讲了非常非常多次啊。那说实话，因为我也没有在这些华尔街的机构工作过，所以我也不知道具体来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今天这个新闻有一点像证实了我们过去这3个月以来一直以来的猜想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贝莱德的 IBIT 跟 Fidelity 的 FBTC 他们都已经上市了3个多月了，而摩根斯坦利呢，它作为一个公司的角色，竟然现在才开始允许它旗下的这些 financial advisor 去做这件事情。而这不仅仅是代表摩根斯坦利他们能够触及到的3.75兆的资产的拥有者。今天摩根斯坦利进来之后，富国银行有没有可能进来？什么纽约银行有没有可能进来？什么 ABCD 银行有没有可能进来？那些最大的银行进来之后，区域型的银行有没有可能进来？尤其是在前来一个礼拜，加密货币市场迎来从高点向下大概30% 的下跌的时候，那些原本在贝莱德刚推出 ETF 的时候没有抢先买进的投资人，他们有没有可能有兴趣在这个时候进场？就像这位分析这边说的大部分的 RIA 社群通常会是比较早去接受这些新的投资产品的，而在那之后呢，这些大机构的采纳跟应用才会接踵而至啊。而这样子的一个接踵而至呢 ，Morgan Stanley 算是在上个礼拜开了第一枪了。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打算卖出加密货币，我想这些人不但不会阻止你，还会很开心的在现在的价钱跟你买下来哦。像我们看到，不为币价下跌，以太坊现货 ETF 净流入4880万美元，这个就是一个数据啊。在以太坊 ETF 在大量下跌的那几天的时候，你可以看到8月6号的时候，我们反而是迎来了以太坊现货 ETF 有史以来净流入最多的一天哦。当天流入了4万颗以太坊的 ETF。当 Jump Crypto 正在卖以太币的时候，这以太币流到哪里去呢？流到华尔街去了，而我们都知道，华尔街现在最支持以太坊的，就是那个世界上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他们现在不但有了以太坊现货的 ETF 产品，他们还打算继续推出以太坊的期权产品。我们都知道，现在大部分的人买任何的资产，你最简单可能就是去买现货、买 ETF。那你喜欢开点杠杆，你可能会去买一些所谓的期货。那在进阶一点的玩家可能会去买所谓的选择权，也就是期权。那基本上呢，一个比较成熟的金融商品，它通常都会有最基本的这3种金融商品，可以让市场上的投资人选择哦。那当然，在进阶的一些衍生品，包括你把它组合起来啊，包括你去套一些其他的东西，加几次杠杆套啊，那就是后面的事情。那根据彭博社的 ETF James Safer 的预计美国 SEC 可能会在2025年4月对这个以太坊的期权产品做出最后决定。目前呢，纳斯达克跟贝莱德要提交的关于以太坊 ETF 期权文件已经出现在 SEC 网站上。SEC 与 OCC 和 CFTC 的批准最晚有可能会在2025年4月9日左右做出。很明显，贝莱德有一个 all in 以太坊的感觉，就是他有点像是想要在什么事情发生之前，先把以太坊的所有产品在华尔街的这个系统上面先都建制完成。我们都知道，现在只有 ETF 的情况下，大家进来只能去做多。但是如果你今天有期货的商品，甚至你有期权的商品，不让他们可以在预测看跌的时候有更多的工具可以使用。他们在预测波动率大、波动率小的时候，也可以有更多的东西使用。显然是他们认为说，这个交易市场不只是大家去 buy and hold， 而是它应该可以像传统的股市啊、债市等等的金融商品，值得大家去用更多的方式去交易跟看待。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直接看好短期以太币或者是以太坊的新闻，但是它绝对是贝莱德所谓的长期而言看好以太坊的一个实际作为这个就有点像是你的孩子才刚上小学，你已经开始给他物色他国中时候的学区那种感觉了。下一个我们看到 Bitwise 表示有史见今，本次抛售是买入的好时机。上个礼拜的这个大型的 V 转如果你在2020年就有参与到比特币市场，
你可能会有一点印象深刻啊。上一次的全球资本市场发生这样的崩溃是在2020 312那天，世界意识到 COVID 是件大事，市场极度混乱，道琼大跌，反正总之就是比特币跌得比股市还严重啊，就是 COVID 刚开始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然后呢，美股连续熔断，然后最后大家都开始吐血跳楼的时候呢，比特币就开始回转了。真正的疯狂大牛市就直接从比特币$3000开始暴涨到甚至$69000，上涨了20倍左右的这个数字，就是在这样子的跳水发生。那 Hogan 呢，在今天也看到同样的情况，在这几天日股暴跌，战事一触即发，以粗糙的加密货币新闻为回调创造了完美的局面，但比特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这也是我在这个礼拜有点算是学到的一个心得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尤其是在平常的时候，我们都会知道说，在牛市的期间，几次30%的回调是合理的。在没有回调的时候，你会说得出这句话；在没有重大消息的时候回调，你也说得出这句话。但是我们往往忘记了一件事情是，今天市场不会平白无故的发生30%的回调，30%的回调是严重的事情。但往往今天当严重的事情与30%的回调同时出现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所谓的30%回调是正常的事情，而去倾向于觉得说啊，这件事情很严重，所以这一次不一样。Hogan 告诉你说，华尔街最昂贵的一句话就是这一次不一样啊。他认为从历史上来看，当我们看到这种全球经济恐慌时，加密货币最初会下跌，但1年后来看，价格就会上涨得更高。所以 Hogan 的赌注是这次会一样。记得他不是 Morgan Stanley 的分析师之一，所以这不是投资建议，请大家 DYOR。不过呢，如果你还记得说我们在上周的周报吧，好像有提到说忘记哪一家对以太坊现货 ETF 的分析了，说因为比特币现货 ETF 上架之后有一个 Sell News， 大概是12天之后是比特币低点开始。以太坊 ETF 如果你那样数的话，我们会数到的一个日子是差不多在8月4号左右。我不晓得，因为我们这个影片需要一点剪辑的时间嘛，大家都知道。但是如果你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以太坊的币价，似乎8月4号那2天确实是现在的低点了，一样不构成投资建议啊。像我们看到比特币暴跌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应对计划。对于长期投资人来说，如果你看到前面的消息就大量的买进，可能还是不够的。你需要知道的是，我们接下来依然会持续的面对所有的上涨跟下跌的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一个图，就是你这个 HODL， 所谓的 HODL 长期投资看起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其实中间会遇到很多有没有的事情，所以并不是你在一开始决定 HODL 是你能够成功的关键，而是一开始你就要预期，当你在下跌的时候，你要去怎么打算呢？那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这个 BitEye 的这个核心贡献者，然后他们的这个社区PN News 的整理，我就写的蛮好的，跟大家分享。在别人恐惧时贪婪，经历了昨天，现在市场的进场时机呢，老韭菜有这6条建议啊。第一个是他的牛市抄底公司主流币加上主流迷因这个当然是他的建议，不见得适合所有人。第二个是不要碰合约，不要乱开杠杆。第三个是及时止损，这个是蛮重要的。如果某个仓位跌破关键支撑位或不再符合你的投资逻辑，不要害怕卖出以保护本金。这个通常是小币跟短期投资的部分第四个是分批抄底，这个我觉得跟心态很有关系因为抄底如果你做 all in 的话，有可能会让你拍断大腿。他建议结合技术面跟基本面分析，设定几个可能的入场点，例如历史支撑或重要的均线位置。那第5个我觉得很重要，避免仓位的过度分散。这个可能是很多老币圈人，其实包括我在内，我觉得我们都有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你就看到说这个人跟我建议这个币不错，买一点这个新闻让我觉得这个币很 FOMO， 买一点这个时候好像要投这个赛道的币，买一点。最后你就买了几百个币，然后每一个币可能就一点点。最后最难的就是你没有办法管理这些仓位，这个可能很多币圈人都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你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在底下加1跟大家分享一下你遇到这个情况是怎么解决的。但他这边的建议就是你集中投资于最多不要超过20个可能就是10个你所认可的代币，方便在行情波动的时候更容易主动管理投资。最后呢，拿好足够的稳定币，至少要把20%的投资组合保留在稳定币中，这可以作为下跌时抓住机会的子弹。像我们看到下半年经济衰退的概率高达40%，分析师表示比特币将会发挥避险功能，但山寨币都惨了。这个新闻来得非常重要，因为我想要提醒大家的事情是，很多时候我们难免不只是我们我们可能是看新闻的人，但这些写新闻的人以及这些演算法的机制，它也很容易在市场下跌的时候就一直喂给你一些悲观的消息，而在市场低转的时候就喂给你一些乐观的消息。像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几个都是比较乐观的消息，但是呢，
萨姆规则还是萨姆规则，一个过去几十年都100%命中的指标，它不会因为你一个礼拜好像因为另一个小的数据发生，它就完全被全盘推翻了。这则来自 Bitfinex 的分析师就表示鉴于当前的经济指标跟各国央行的行动，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确实是合理的。然后在过去3个月内，全球各国央行进行了35次的降息，这个数字超过了2024年初的降息水平。而这种主动的宽松政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2009年金融危机的高峰期。而美国在2024年到期的大量投机级债务以及债券收益率的下降，都显示出金融环境的压力，投资者转向更安全的资产，并且收益率下降，这些都是典型的经济衰退指标，反映出市场对持续经济增长缺乏信心。要注意一件事情是，虽然日本的升息很有可能是大家觉得经济可能要危机，这个钱要转出去失业率怎么样是大家要觉得说事情要危机的导火线，但是导火线的背后往往都还有这些有了没有的大型的债务危机，什么很多很复杂的背后的东西所堆积而成的。所以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今天它如果有大家会觉得说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会发生，除非在接下来几周真的有很大的事情，比方说日本真的又开始降回负利率或者是美国真的开始大量的降息，然后市场突然非常的乐观，否则即使我们要对金融市场乐观，还是要抱持着非常谨慎的态度来看待接下来的市场，尤其是股市跟一些山寨币的投资。像我们看到 Ripple 案告一段落，遭罚1.25亿美元，实施永久禁令 ，XRP 闻讯暴涨20%。这个是不是终于为这个加密货币市场的这个曾经排名第2的币迎来了一个很大的利好消息正如加密支付商 Ripple Labs 的执行长 Brad 上个月说的，该公司与美国证监会多年的诉讼已经在上个礼拜告一段落。Ripple 遭判罚1.25亿美元，并依 SEC 的主张实施禁令。简单来说呢，就是法院目前认为 Ripple 的计划性及其他 XRP 的销售并没有违反证券法。然而呢 ，Ripple 的意愿表明他们仍然有可能会越线。所以说他们要发出禁令，但是不至于像 SEC 告的那么严重。那 Ripple 执行长对此就表映说，认为法院削减了 SEC 的诉求，这对 Ripple 以及加密货币产业来说就是一个胜利。而随着这件事情的告终 ，XRP 的闻讯上升了近20%。而这件事情绝对不只是 XRP 的事情通常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今天 SEC 用这个理由告 XRP， 如果告成了。那原本大家有可能会做了跟 XRP 一样的事情，例如币安可能做了类似的事情Coinbase 可能做了类似的事情可能就是下一个开刀的对象。而现在呢，法官认定 XRP 并没有违法，他只是担心他接下来可能会做什么事情，所以他下了禁令。但是他之前做的事情是没有违法的，因此呢，接下来尤其是现在 Coinbase 也在跟 SEC 有诉讼，他们的胜率呢可能也就比较大了。其实是对很多跟监管相关的担忧的人士心里的一块很大的石头是可以放下的。我认为这也是一个非常被低估的一个利好消息分享给大家。讲完了巴西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 Solana 的 ETF， 尚需等待证交所核准上市。哇，各位这几个月全球监管跟加密货币的这些互动真的是跌破许多人眼镜Solana 的现货 ETF 这件事情，虽然说在美国贝莱德认为他们可能不会那么快，但是呢，全世界不是只有美国这个国家，巴西也是一个不小的国家，他们的证券委员会已经批准了 Solana 的 ETF 了。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加密货币可能就是一个 token， 一个大家玩一个割韭菜的工具，它不太可能登上这些大雅之堂。但是呢，20年后很有可能，我们不要说这些所有的股票可能都会代币化，很有可能现在所谓的传统金融的投资人，你就是可以投资由传统方式发行的这些所谓的证券，也可以在这样的市场里面投资由区块链发行的这些所谓的通证或者所谓的代币。而他们的背后呢，有一些可能就是一些中心化运作的公司，有一些可能就是基于一个区块链所发明的币啦。现在你可能很不直觉说这个现在才存在了几年而已而且他们都有割韭菜的嫌疑但是其实股票难道就没有割韭菜的嫌疑吗？股票也会有操纵市场，也会有一些问题的发生。我想重点都是这些东西上到 ETF， 它有没有办法被这些大型的这个投资人认为说它是足够稳定，或者是它足够能够避免诈骗等等的方式来让大家投资的工具而很显然，这些主流的加密货币现在在各大主流国家都是逐渐的被接受的。好，本周前瞻的部分来分享2个非常大的一个好课程给大家这个亨利温的加密货币课程 ，IG 网红这个非常擅长分享一些小资主斜杠理财如果你去看他的 IG 频道，会知道他是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人那这样子的稳健型投资人呢，他也有碰币圈
啊，他这堂课的主题就是给上班族的稳健投资课啊，在8月16号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9点，在台北市南京东路3号那边哦。那如果你当天可以来的话，可能要提早报名，因为我们现场的场地空间是有限的。或者是你可以线上报名，只要在练习生的官网免费的登录注册之后，就可以免费上这堂课啦。那如果你想要的不只是稳健，你想要赚钱，你想要摆脱亏损的话呢，我们跟派网的官方交易员跳跳呢，也做了这堂免费的课程啊。币圈的3大制胜交易心法，会在8月24号礼拜六的下午2点，同一个地方在这个网页上面报名哦，也是一个完全免费。如果你也是属于在比特币7万的时候觉得它太贵，现在跌下来，觉得可以思考一下该怎么样进场的同学，这2堂课可能非常适合你哦。这个礼拜的总经日期，我们有2天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是下个礼拜2台北时间的晚上8点半，美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会公布啊。生产者物价指数是制造商出品的商品的价格变化，通常是这个通膨指数的先行指标啊。那目前这个预测是落在3%，如果下个礼拜2的 PPI 有下降的话，那这个降息可能就是更明确一点。虽然说现在看起来降息是很明确的。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些不如预期的一些数字的话，也难保说全球的市场有没有发生怎样的动荡。它影响最大的当然就是隔天啊，台北时间礼拜3晚上8点半，美国的这个通膨指数的释出啊，那目前的预测是3.0%。像联准会一直说的，他们希望是可以把它降到2%。如果说这个数字再往2%逼近的话，那这个降息的几率也就是进一步的稳健，所以这2个时间点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代币大额解锁的部分呢，下个礼拜3呢，这个元宇宙的币啊 ，The Sandbox 的 Sand 有高达9%啊，这个5400万美元左右的大额解锁，这个比例还蛮大的啊，持有 Sand 币的同学可以留意一下。而 Starknet 也不遑多让啊，他们有接近4%，这个2500万美元左右的大额解锁。而 Arbitrum 前阵子涨了不少，但是后来是跌了不少的这个币啊，在下个礼拜5的这一天会有 2.77% 的大额解锁，高达5300万美元。下个礼拜的大额解锁的币都是蛮主流，而且这个额度都蛮高的通常说，如果在市场上如果流出这样大量的代币的话，可能会造成流动性上升，供给量上升，可能就会价格下跌，或者是呢，相反可能会随着市场去做一些造势跟拉盘，所以提前可能有拉盘的事情发生。所以只有这几档加密货币的同学可以留意一下。好啦，那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币圈周报。那随着上个礼拜1呢，因为我们晚了几个小时上的周报，其实也没有晚了，就反正我们就每次都是礼拜1的晚上7点上架。然后呢，礼拜1的白天啊，就随着日股、韩股暴跌，台股暴跌，加密货币就跟着暴跌，所以比特币就从当时我录制的时候，比特币大概6万，然后跌到5万。所以我们晚上7点上架影片的时候呢，底下留言区就怨声载道，说哇，你那个时候做工还来得及啊！所以呢，我当时就是看到，我就直接打给剪辑师说，你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这个剪辑的速度要缩短了，就是毕竟啊，就是礼拜1的时间，亚洲的股市已经开盘了嘛。那股市只要有交易的话，影响加密货币可能是比较大的。我们今天能够尽量做到的改变，就是把这个时间拉到礼拜天，也就是现在晚上上架。希望说我现在礼拜6录制，礼拜天上架这个时间是足够短到说我们能够尽量 cover 这个礼拜有发生的比较大的事情，分享给大家了。那也是很感谢我们的剪辑跟后制团队牺牲假日帮大家做这个影片了。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剪得好，你发现说脑哥没有什么口疾的话，他们的功劳可以替他们按个赞。那如果你觉得这样的速度还是太慢的话，请左转看区块链日报跟币链何在啊，因为他们那个真的是太快太卷了，我没有办法做到那么快，所以提供给一些你想要更长的周期看一些整理的消息的朋友啦。那其实这个是有好有坏啊，你当然可以每个小时就看一次消息，然后随着市场消息去改变你的策略，也可以呢放宽心一点啊，每一个礼拜看一下，说这整个消息，做一个比较中长期的投资人。然后来决定说，比方说这个礼拜你看到了Morgan Stanley 做这件事情，你觉得现在是我们好的进场时机吗？还是你觉得比较像是 Bitfinex 的分析师认为现在的 V 转大家乐观的太早了，经济衰退可能还是会到来呢？可以在底下留言区跟大家分享。那这部影片就到这边，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可以帮我按赞这个影片，分享给新的朋友，订阅我的频道，让 YouTube 知道我们想看加密货币的内容，所以比特币就会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底下留言区留言我。那这样啦，我是脑哥，我们下一期再见 ，Peace。如果你想投资加密货币却还没有账号，可以使用底下的币安连结注册。币安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用底下的连结还可以享有交易手续费20%的返现。如果你想要量化交易、聪明投资，可以使用底下的派网连结。派网是币圈知名的量化投资交易所，一样使用推荐连结可以享有20%的手续费折扣。